讲个真人真事，我们一起分析，在几个节点上，大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北京201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25岁的山西姑娘贾咏婷在惠新西街地铁站被一位满头白发、山东口音的老人拦住。这个老人指着手里皱巴巴的质问贾咏婷：“去这个地方地铁怎么坐？”贾咏婷一看呢，应该跟自己在一个地铁站下车说：“大爷，我们顺路，您跟着我走就行。”这是我想停下的第一个节点在车站帮陌生人指路，换成你我他，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觉得差不多100%的人能帮这个忙。那下面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地铁上，贾咏婷跟大爷闲聊知道老大爷姓孙，从山东莱州来北京办事以前没来过。地铁到站呢，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贾咏婷担心北京路况复杂，这个老人晚上找不着地方，干脆帮人帮到底，直接带着孙大爷去了目的地。这是我们停下的第二个节点给老人带路，送他到目的地如果换成你我他，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觉得乐观估计差不多50%一半的人能帮这个忙故事还在继续。贾咏婷送孙大爷的路上知道老人呢并没有订住宿的地方出来呢只吃自带的馒头咸菜，身上还有300-400块钱，准备做回程的路费。贾咏婷觉得大爷不容易把钱包里150多块钱现金都掏出来塞给老人备用孙大爷觉得这怎么好意思呢？贾咏婷讲，北京很多地方要花钱坚决让大爷拿着。分手的时候又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说在北京遇到问题可以找他，让孙大爷很感动，说姑娘你心眼太好了，真是个好人。这是第三个节点给陌生老人钱，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换成你我他，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觉得给点钱，差不多有20-30%的人能做到吧留下电话号码那乐观估计呢也只有10%吧。那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想不到。几天以后，贾咏婷接到老人的电话孙大爷说已经回到山东家里了，想谢谢那天贾咏婷的帮助家里的石榴熟了，要给贾咏婷寄一点。这回呢换贾咏婷不好意思了觉得举手之劳不至于，但老人讲呢我自家种的，坚决要寄。贾咏婷只好提供地址几天后呢，贾咏婷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快递箱，里面装满了新鲜的石榴每一个都用报纸包裹着，上面又标注了特甜稍酸这些小纸条，还塞了几袋自家晒的花生米。孙大爷写了一张字条，说咏婷姑娘那天多亏遇到你北京城这么大，没想到还能遇到你这么好的人，这个石榴和花生都是自家种的，你尝尝我们莱州的味道。这还只是开始，从此不同时节，贾咏婷常常收到来自山东的快递，小米樱桃石榴花生板栗贾咏婷既不好意思，又觉得这些土特产特别的温暖，所以逢年过节呢也买一些东西寄给老人，这个联系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近。山东莱州的孙大爷和独在异乡的山西姑娘贾咏婷就像爷爷和孙女一样互相关心。这是第4个节点。因为帮助陌生人，原来素昧平生的2个人成了经常联系、互相关心的朋友。现实生活中，帮人和受助，有多少人会相处成这样的关系呢？我不敢设想百分比，请各位朋友一道分析。1年后孙大爷专门邀请贾咏婷来山东玩，还写了一首小诗，说9月19隔1年，相遇惠新地铁站回家日思老伴盼，亲人何日再相见。收到邀请的贾咏婷国庆节专门去莱州看望孙大爷，一见面老人掏出党员证，说咏婷姑娘我可不是坏人我都入党50年了。这个老人要彻底打消贾咏婷的任何顾虑像回到自己老家一样。这个孙大爷一家用最高规格接待了贾咏婷这回呢彻头彻尾感动的是贾咏婷。之后数年，贾咏婷在北京结婚生子，这个孙大爷专门让孙子给贾咏婷转喜钱，而孙大爷的长孙举办婚礼的时候呢，贾咏婷当做大事，跟丈夫孩子呢一起去山东参加。这个孙大爷给贾咏婷的孩子准备了一个吉利的金锁和贾咏婷一家呢一起拍了全家福。贾咏婷听说孙大爷手机的听筒不好马上买个新手机寄过去，一老一小，情感上那真的就像是爷孙俩。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分几个节点停下来，
猜测有多少人能这样做，猜测有多少人与人的关系能处成这样，其实是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啊。我们天生的善良为什么越来越被隐藏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到底是怎么变得越来越低的呢？如果我们做个文字测试，在这个故事的每一个节点停下，请大家续写故事的下一段。我一点不担心出现千奇百怪的或荒唐或惊悚或丑恶或失望的各种故事发展和结尾啊！我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续写出跟后来真实过程接近的故事啊，写出人心的善良、感恩的表达啊、信任的加深和喜悦的互动呢？我之所以花时间讲贾永廷和孙大爷，是因为这两位普通人的故事啊，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传统的高尚情感。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就是你赠我的好，我以更好的回赠你，不仅仅是为了回报啊，而是珍重你我之间的这份深深的情谊。